我们知道以色列它会相应的来提升它的军力。它现在整个中东的地区，你现在来看，首要的目标反而是伊朗。你看看这个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也好，黎巴嫩真主党也好，现在叙利亚也被美国摸摸头了。那也门的胡塞组织呢，后面的老板也是伊朗，所以看出来说，伊朗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也是伊朗。中国大陆一出手，现在中东的战力是否天翻地覆了呢？因为最新消息有伊朗现在的飞弹库是满血复活，有一个说法，2000枚齐射会来压垮以色列。那么底气来自于哪里呢？根据外媒的报道，就是来自于大陆。另外也传出来说，伊朗要买大陆的歼20跟红旗9B，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对于这个接下来的战力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难道这一次伊朗真的是满血重生了吗？因为就在11月12号这一天，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在首都的德黑兰这边举行了这场非常大的这个叫做国防的成就展，立刻是陈列出了各种的武器包括数十个不同型号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包括了有极音速飞弹尼什，还有这一款叫做海巴尔谢坎的弹道飞弹，其中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就是这款弹道飞弹，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优势跟它的战力呢？它号称是伊朗版的碉堡克星，射程高达了1400多公里，那么弹头重量500多公斤，它的瞬间的撞击的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一个速度所以我们来看到 CNN 这个时候就点名了说，伊朗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就能重建它的飞弹军火库？答案来自于就是因为大陆给他们的底气，因为大陆方面呢，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就不断的运送2000公吨是用来制作飞弹的这种固体燃料，这个叫做过氯酸钠，预计这批原料就能够让伊朗来制作出非常多高达500枚的飞弹。CNN 更是预估，如果冲突再起的话，伊朗这次的战力会超过6月的战力，一次可以就发射2000枚的飞弹，压倒来自于以色列的防卫。伊朗半年内又快速的复活，极音速飞弹再加上碉堡克星，以色列的噩梦来了吗？难道他的底气是真的来自于北京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现在伊朗要对以色列实施饱和攻击，那就要飞弹的数量要多才能够达到饱和攻击的效果。那现在按照伊朗的，因为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40年，那40年，伊朗在这一方面的这些经济的条件、科技的条件，毕竟代差落得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大。那现在靠谁？靠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那伊朗穷但是伊朗有一个好处，叫伊朗石油。伊朗最大的石油输出的就是中国大陆。好，那拿石油来换钱，拿钱来买技术，买相关的零组件。所以我认为它必须有3个突破。第一个，飞弹的燃料，因为现在飞弹很少用液态了，液态毕竟这个不稳定，而且这个装填之后20小时要发射，那这种固态，那固态燃料，那现在谁能够供应？那像中国大陆买嘛，很容易拿钱来买，所以我们讲的是固态燃料。第二个，零组件，伊朗做不出来的啦，它只能拼可以。那这个重要的零组件从哪边来？要从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在中东因为它8000多万人口，算是一个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算是个大国它又是这个回教什叶派，是比较主张激进的基本教义派的，是这样。那他这样子很简单，要向中国大陆买零件。那中国大陆，你既然要买零件，中国大陆的专业的人员、技术的代表也要靠中国大陆，要这个样。然后最后一个，伊朗是不是要我们讲 offset， 就是技术输出？就是说我不能一直在靠中国大陆你要到时候要教我也要会是要这个样，我不能一直靠你技术代表过来那伊朗在这方面也要形成一个气候，就是技术的保障，希望伊朗到最后能够自力更生、自主国防，是这个样。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威胁最大，我们看到来了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它会相应的来提升它的军力。它现在整个中东的地区，你现在来看，首要的目标反而是伊朗。你看看这个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也好，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好，现在叙利亚也被美国摸摸头了。本来叙利亚后面是伊朗在挺的，现在叙利亚的新总统现在是由美国，他到白宫去访问上个礼拜，这很清楚了。那也门的胡塞组织呢，后面的老板也是伊朗，所以看出来说，伊朗
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也是伊朗。那个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啊，反而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处于这个冷和，比较但有一些心结，但是问题是美国在后面，那两个就不会没事。假如美国在这个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两个会没事，那就是伊朗。所以伊朗在这方面，它所承受的威胁可能会越来越大，来自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把它周边的都已经解决了，它就可以专心应对伊朗。那伊朗的威胁压力增加，它就要找替代来源，就是中国大陆。那它就要先强化军备，所以伊朗的空军缓不济急，所以先发展飞弹为快。你要以航空还是以飞弹来组？你哪一个？航空时间久，成军的时程拉得很长，没有办法，缓不济急。但是飞弹很快，飞弹直接现在它又是3倍音速，到最后面3倍音速，将来伊朗可能还会往极音速去发展，就是高超音速要到5倍音速以上，所以变成载的弹量要够500公斤以上，0.5公吨以上了。另外一个速度要快，然后看看伊朗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我们的 CEP 值就是圆周弹道误差要准。你不能把弹道荒郊，你打出去就弹道荒郊啊。换句话说，惯性导航跟这个卫星导控里面的抗干扰能力还要够强才可以。所以伊朗在这一方面绝对要靠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支援多少，伊朗的飞弹的技术才会提高到多少。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面对加剧的地缘政治，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哦。所以刚刚将军帮我们看到嘛，先来做比较简单的，至少先把飞弹发展起来，再好好的布局它的空军。那确实，刚刚除了飞弹之外，伊朗确实也有想要好好布局它的空军，所以他现在也计划用它20亿美元价值的石油来买大陆的什么呢？2大杀器，第一个就是歼20隐形战机了，第二个就是防空系统红旗 9B。他说红旗 9B 之后会来搭配俄罗斯的 S300整合系统，补上伊朗，它等于它防空的最后一块缺口。如果真的有这些武器的话，对于它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能够跟以色列来稍微做制衡吗？厉将军怎么看？6月份这个伊朗跟以色列12天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用的是战机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在整个伊朗上空对它这个肆意的攻击。那伊朗能够反击的力量，大概就是用它的导弹。当然，双方这12天打下来的话，伊朗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防，完全是在裸奔的状况之下。当以色列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它可以拦截到一些伊朗的导弹，但是后期来讲的话，它慢慢这个防空系统也破了一个洞让这个伊朗的导弹可以攻击它很多重要的军事设施。所以伊朗现在最急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它怎么样建立它的防空的系统。那防空有2种一种是矛，一个是盾所谓盾，当然就是防空这个导弹为主它现在有的是俄罗斯的 S300，但是数量来讲远远不够，能力来讲可能也比较弱。那如果说能够获得大陆来讲红旗9这款，红旗9大概比照的等级大概是美军的爱国者3这种等级所以它防空能力是比较强，可以有效的建立一个区域防空的一个体系。那如果说是能够建立来讲，我相信以色列或者是美国的 B2 轰炸机应该是不敢再这么嚣张的如入无人之境到伊朗上空来肆意的攻击。当然，如果说能够获得矛，也就是歼20这款战机，那我们从印巴空战可以看出来，光歼10C不搭配到这个PD-15导弹就可以对印度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战胜的一个战果那如果说是这个歼20来讲，它隐身战机，我相信它的效能一定比歼10C更要好。那这样的话，更可以有效这个遏止以色列或者是美国对它本土的打击。但是我们要有待观察，歼20这个，我相信中国来讲，不见得愿意会卖给伊朗。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也看在眼里面对于现在整个伊朗，然后有背后中国的撑腰，所以美国华府现在非常的焦虑了。赶快看到最新消息民主党的议员赶快联手，他们一起致信给国务卿卢比欧跟 CIA 说呢，大陆提供给伊朗这么多的化学品来帮助他的军备重建，这是对于大陆来说对于伊朗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陆呢，它的已经势力从欧洲扩展到中东国家去了，整个威权正在扩
扩展当中。我们还记得这个川习会才刚落幕，谈得不错，川普有可能在这时候对于大陆做出制裁吗？那川普手上又有哪一些牌可能做反制呢？聂老师又怎么解读 ？OK， 古语有一句话叫“只管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哈。那你什么做都可以，那别人做都不行。你可以说，在这个加拿大呢开 G7 会议，2天后说，对不起，我要离席，我要回去做一个重要决定。2个礼拜，然后就告诉这个伊朗说，2个礼拜你再不怎么样，我就要去炸你。结果2天就 GBU 57就炸进去了，60公尺深的专体的这个炸弹。这件事情，请问全世界有谁打法？没有，因为美国人做才是对的，美国人去支持以色列是好事，是拯救全球，你觉得是吗？然后来关心，在歼10现在全球狂销百架，为什么这么的受欢迎呢？等一下我们就军事上面一起来做比较细节的一个解读。南亚的天空现在确实再度画出了来自于大陆战机的一个身影，尤其大家还记得吗？今年5月份当时的印巴空战因为巴基斯坦的空军它靠着大陆的歼10C 成功击落了印度的战机之外，还包括了法国的标风，让歼10C 现在是一战成名了。所以呢，大陆的这个歼10C 就开始不断的外销。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已经印尼的方面呢确定要下单了，买的是42架的歼10C，那成为第4个在全球引进歼10C的国家。埃及现在也传出要来做购买，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前4名购买歼10C最多的国家，首先第1名就是巴基斯坦72架，乌兹别克24架，那么孟加拉12架，跟印尼的42架。印尼之所以我们今天拿出来特别解读，就是因为它是首次的采购来自于非西方的主力战机，也象征大陆正式的打破来自美欧在东南亚的军武上面的封锁。到底为什么大陆的歼10C能够受到这么多国家的注意？先进战机现在已经追上欧美的国家，还是因为它的 CP 值真的比较高？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歼10C，因为它有3大优势，还会抢得这个东南亚的市场，将来可能还会抢到这个中东地区，甚至北非，甚至可以推到南美洲这个市场。那哪3类？有第一个，我认为价格优势，它现在的价格大概6000万美元到8000万美元一架，你看你相当的配备。这个你要用哪样子的相位阵列雷达，发动机你要不要多%多少的备份等等相关的，要不要这些行价测单，要不要买？这个决定它的价格。大概一架，如果是专任阳春，大概6000万美元。那其他的你要加相关配备是8000万美元。但是跟西方国家不管标风战机或 F16来看，便宜多了。你 F16一架就是1亿美元，你一看就知道就是贵了。那标风战机一架1亿5千万美元，你要不要？因为它是第4.5代了，所以相关来看它有价格优势。第二个，它有这个实战的优势，因为实战就验证了，在5月7号，今年5月7号印巴空战，它就验证出来。这个你看看它打得好不好？打得可以吧？你可以把4.5代战地的标风战机干掉，行不行？人家可能就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很铁证的一个例子。那有实战的优势，大家就会来做采购。这歼10C的现在要卖到印尼去了，可能是东南亚国家第一个拿到，那可能就是印尼。那第3个优势在哪里？第3个优势就是人体工学跟座舱资源管理的优势。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最红牌的81飞行表演队就是用歼10C，它在2009年到2023年用的是歼10A，到2023年前年开始换歼10C。为什么一直用歼10系列呢？因为它稳定。你要做这个特技飞行各种总共有18到36套这种空中这个立体的科目，那你用歼10C表示你要稳定了，你不稳定，你要做这种编队特技飞行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整个8飞行表内有多少架歼10C？11架。这11架最的编队是11架在编队那这个大编队这边在空中做立体科目的拉伸你的稳定度还有安全度要非常稳定才可以不然在空中撞在一起还得了？而且它的距离那么近，又不是平面飞行，是立体飞行所以看那它的表示它稳定度可靠都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很容易来飞行训练，你很容易飞行训练，大家很容易进入状况，不会说太高的难度太高，系统好复杂，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整合，然后我这样来训练就没办法发挥飞机的性能。它有这方面的优势，就是它的人体工学跟座舱资源管理，它已经考虑到面面俱到了，才会让它的安全系数都提高，然后这样做外销，别人买家也会看
它会做很多的这种机型的比较，不管是价格、性能各方面，还有安全性，都会做考量。可能那就是印尼也就要下单了。那印尼下单在地缘战略上会做一个突破点。那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会不会看到？因为印尼也买歼17，其他国家也会不会请而就是效尤来也下订单呢？我认为不无这样的可能哦。因为有地缘之力。那既然印尼释出了，那美国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态度是如何，其他国家也会来这边学。那换句话说，歼17的这个市场，我看还不止于印尼，可能还有扩张效应。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印尼的购买的歼10C，刚刚张将军帮我们就这个战力，这个歼10C具体的战力来做一个比较细节的分析。那政治上面做一个政治上面的分析，尤其在地缘政治下，接下来也代表说大陆跟东南亚的国家的关系发展越来越好吗？那也代表说东南亚正式的突破来自于这个美欧国家的封锁吗？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杨老师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先来看到几个重要人物的说话，尤其是在印尼确定要买歼10C之后，印尼的国防部长就说了，很快的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加达的上空就会有歼10C在做飞行了。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也认为说，印尼终于走出了一个自主独立的一个重要示范，这是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大的一步。那尤其呢，包括了美媒的专家也说了，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代表东南亚弃美潮正式开启。杨老师怎么看？印尼其实在去年2024年11月的珠海航空展的时候，他的国防部长就已经是对歼10C表示高度的兴趣，因为印尼到目前为止正处于要更替他过去长久使用的 F-16，还有苏30。那可是在此之前，他已经确定下单买了法国的标风，还有呢这个土耳其的可汗。那可汗事实上根本还没有飞这个测试过，他就买单了。我觉得真正这一次印尼买歼10C的重要的意涵，倒不是只是在中国大陆的军武进入到主要的国家，而是这些国家开始在脱美自主。过去只有西方的系统可以买，尤其是美国的。对。可是美国，你看看在整个加沙战争，尤其是让以色列去打这个卡达，那使得整个中东地区事实上是非常的紧张。那所有的穆斯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美国保持距离。那现在看到呢，在今年5月的印巴空战当中，印尼的副国防部长就公开的讲，这个歼10C在印巴空战得到实战的验证，因此呢，当然它的价值是这个可靠的哦。当然，印度很生气这个话，可是这是事实啊。所以真正的重点其实是在这一个转机，尤其是川普现在对全球的关税战以及它的战略收缩，战略收缩这很重要，因为它整个开始以国土防卫、本土防卫为主，而不再是在全球750个军事基地里面做全面性的安全承诺。所以各国当然要转换它的整个武器系统，因为这个武器系统不只是军武，它也是后勤、补给、训练、人力、设施全套，甚至将来跟中国有可能发展战略合作、共同演习这些东西出来。所以他前面特地还去买了法国跟土耳其，我觉得土耳其根本是赚到。他目标其实就是要买这个歼10C，可是呢，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去靠向中国，而是要寻求一个脱美自主。因为中国并不要求别的国家说你不可以用美国的系统，你要用中国的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战略的意涵是多重的。好，东南亚国家这一次终于在买了中国大陆的歼10C，展现了脱美自主化的一个决心。接下来就看着其他的东协国家会不会也做类似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也来看到，现在呢，突然间有一个最新的数字哦，是来自于世界现代军机名录的一个最新排名。这个排名蛮有趣的，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这边正式宣布说，印度啊在空军上正式超越了大陆，成为全球第3大空军强权。那现在做了一个排名，第1名是美国，再来俄罗斯，接着印度则是才是中国。大家也在看说，到底为什么印度会超越中国呢？那这篇报道也特别做了分析，说印度的空军进步的不只是它的数量而已，还有它的精准的打击能力，跟它的指挥、调度、协调、战略范围等等，已经从防御性的空军正式转向了区域制空主导者。
真的是这样吗？聂老师怎么看？这个东西我看了以后呢，当然会有点质疑，但是你也不要说忽略它这个报道。我先讲一下，这个报道是从新闻周刊嘛 Newsweek 出来的，他用了一个公式叫 TVR 这个 rate， 他就比较用一些 criteria 丢进去算出它的分数。全世界当然怎么算都是美国最强了，他从数量从各种他们自己这个不管他们先入为主想象的一些他们认为的攻防的一些精准的一些这个分数都算很高，是242分，将近243。哎，印度是61分，69分，而中国只有58分。所以呢，连那个海上的那个空地都算进去的话，前2名都是美国。如果只算空军的话，那如果全算的话，印度第6中国第7。如果只算空军，当然就是苏2嘛，然后再就是印中。但现在印中印为什么追上呢？那答案就是刚刚讲，除了数量之外，那数量之外，这数量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印度他自己没有在生，他很想要自主制造，所以呢，他有去向那个俄国去做苏凯57，希望他帮他，而且苏凯卖的比较便宜，还协助他制造。这就是川普除了他买苏俄人员不爽，还买苏俄飞机不爽的很多原因。但美国也有卖这个印度飞机，所以他也向了法国买，所以他买的飞机是世界各国买，所以他配套真的各国的种类都有，各种军备都有。可是相反的，中国是大部分都是自己制造。你接就是中国所出现的，不管接10、接15、接16，甚至未来的这个神飞接这个26接36神飞接这个接50，这个他们自己制造。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岸的所有的战机，他们是刚刚讲到的实战出去接实，它也不过一个世代战，却能够这么的能够把标风打掉。我觉得是你有没有真的出去打仗，或者是你真正里面的配套的真正的精髓有没有被这个所谓的 Newsweek 去抓到的原因？所以我在想，因为它里面分析我稍看一下，他说。印度除了这个数量多以外，1716架之外，它的后勤还有现代化的攻防力都很强。那中国输在哪？训练不够。好，那当然训练这个是看人看。再来就是近距离的支援能力，它尤其讲这空接的支援能力就差很多。还有轰炸机部队不够。好，那当然就扣了很多分。不过我讲所有东西分数真的不能表示一切。那我们就看看就好了。或许另外一家报道就会报道又不一样了。我们只能说 Newsweek 也是这样报道，就不要信以为真，就看看就好了。就像学校考试今天出了一种题目，有一个人就考了第1名，另外考第2名。你真的出去，你说这第2名的真的就比第1名的这个实力差，这不一定的。但是我必须说明，这个印度是非常的虎视眈眈，一直想要提升它军事实力，也想国防自主，这是绝对的。可是真的，中国已经做到国防自主，也就是中国呢是一种潜龙在海中，它的龙身也很长，它随时会跳跃更高。等到它一展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秀妈手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再去报道会比较真实。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中东的战局。现在大陆的军武是正式打入了中东的市场吗？为什么会这么说？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做关心现在在中东，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有一个历史性的翻转事件，就是当时大家还记得吧？以色列不是空袭卡达吗？那空袭了之后，沙烏地阿拉伯开始对不管是美国跟以色列就相当的。没有信心是立刻和巴基斯坦闪电签署了这个共同的防御条约。这个防御条约的条文就是说，你未来只要是以色列打了沙国，就是打我们巴铁，那等于是双方宣誓同盟两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同时也是巴基斯坦会提供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核保护伞。一个宣誓的延伸，这一刻也代表大家来做关心的，就是大陆的武器是否未来会正式的进军到中东国家去呢？因为巴基斯坦大部分都使用中国式的军武，那这一回他又牵手了这个巴铁等于是代表中国军工将全面的进驻在阿拉伯的国家吗？其实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沙烏地阿拉伯过去都是美国很重要的军火的仓库，不管是它的空军主力使用的是阿帕奇，或者是导弹装备。使用响尾蛇，但是呢，现在做出了一个很大的翻转，沙国的军火库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的武器。这当中我们来看到，不管是东风飞弹，或者是彩虹它的无人机、红旗防空系统等等，这一系列全部都是大陆的武器。这一回沙巴牵手，是否也代表中国正式主导中东的军火链？岳老师怎么看？
这个我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哈，沙特这个国家的话呢，没有武器，但是它有很多钞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因为沙特的话呢，感觉上如果美国对他不完全信赖，而且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的情况下，再加上伊朗对沙特有威胁的时候，所以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沙特曾经跟中国买过东风3型的导弹，射程3000公里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是中国第一笔这个出口军火的，当时的话呢，中国本身叫价的时候伸出一个指头啊，那个。当时中国心里想的是1000万，结果沙特想的是1亿啊，就买了35颗，送来了35亿美元啊！大家中国发觉哇，原来军火生意这么好做的，这个改变的啊！这里面的话呢，我要强调3个重点了。第一个重点的话呢，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呢，尤其是沙特经过了这个盖达的这个被以色列轰炸以后，发觉美国的武器啊，其实就打上一个大问号。美国自己也很后悔，以色列做法实在太不给面子。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沙特跟巴基斯坦签约，表面上强调巴基斯坦是所有回教徒国家里面唯一拥有核武的啊，那是受到了一个保护，因为以色列是有核武的国家，但是沙特其实呢是看准了这个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合作的关系。那另外第3点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珠海航展的时候，里面沙特有一个很大的采购团，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为他们而自己包，沙特包了一个地方，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都是黑布。然后呢，中国本身把它要卖给沙特，就装到这里头去。沙特那个几个阿拉伯王子看清楚以后，那下单采购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呢，当然对于沙特来讲，就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嘛。那沙特会发觉说，经过了武器空战以后，跟巴基斯坦的信心大增，同时的话呢，要了解自己要做给美国看，你不能够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头，因为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然后沙特本身现在基于巴勒斯坦的问题，它非常尴尬。本来有个亚伯拉罕计划当中，沙特跟以色列快建交了，你知道吗？现在搞到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大家一直在问我说，那个阿克萨洪水啊，那个2年前的这个10月7号，为什么这个哈马斯要攻击以色列？原因就是不让沙特要跟以色列建交，现在达到的目的，但沙特为了自保，必须要买中国的武器，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所以现在许多的沙烏地阿拉伯啊、阿拉伯的世界的国家，现在对于这个美国的不信任，是否这个在军武上，等于是在此刻开始来逐渐的替换，由中国的武器来替换上呢？等一下我们来继续请汉庭来带我们看。尤其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在空军的部分，因为沙烏地阿拉伯最新有一个宣布了，金额是30亿美元，他要来采购50架彩虹7逆中无人机，甚至说要买大陆的歼35，重点是大陆会不会卖啦？因为我们来看到歼35是大陆非常核心的一个战机，也是它的第5代的逆中战机。如果沙国真的买到了，那是等于是大陆第一次外销它的5代战机。那目前确实呢，歼35正在下水饺般的做量产，编号推算已经有超过60架，而且速度到底有多快哦？这个72个小时就可以造出1架，它也目标量产的这个数量，2026年达到年产可以达到100架。如果歼35真的出口出去了，也代表说可以打破美国的垄断吗？那真的大陆会卖吗？汉庭又怎么看？沙特呢，它本来是美国的 VIP 客户，就是它大部分的东西都购买来自于美国。但是最近呢，沙特它逛着逛到了中国的武器店，就买了大量的大陆的无人机啦、防空系统，而且现在还可能进一步的扩大采购。因为它为啥这个样子呢？主要就是因为过去购买的经验不好。比如在2022年当初发生也门的袭击事件的时候，它跟美国买的这个所谓爱国者防空系列不好用，对吧？所以觉得美国不靠谱，而且过去常常跟美国这家店购买 F-35被拒绝，而且美国常常要求东要求西，甚至还可能在卖给你的东西上面暗藏一些软件啊，你如果要拿来对付以色列，你这个武器就通通报废不能用。哇，那谁敢再跟美国买东西呢？那反观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它反而提供了一个体系化的打包方案，所以它不仅是卖单一武器，它是卖完整的作战体系的解决方案，战机加防空系统，再加无人机，再加数据链，一体打包。所以包含了是所谓的歼35隐形飞机，还有呢红旗9B 防空系统的组合，能够直接的来帮该国建立从高空到低空的立体防御网。所以这当然就比美国单纯卖1件2件的更加具有吸引力。那沙特到底会买到多广或多深呢？在技术上就买部分的是可以啊，那你说全买或全部借用也非一夕之功，因为目前已经买过了无人机啦、什么地对空系统啊，所以技术上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全面接入中国大陆的作战体系，你要把包含什么后勤啊、指挥链啊、资料联网这些作战标准全部都换过来，那恐怕也是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它不像你就单纯买一个飞机这么快。那政治上呢，当然也很敏感，因为这就会得罪美国。所以美国搞不好也会对你采取其他的一些报复，因此更加有可能的大概就是双轨，它继续维持跟美国购买部分的东西，也继续跟中国大陆买更多的东西，所以混合的采购。那至于像是歼35，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去卖给其他地方，如果真的要卖给沙特的话，比较有可能是降规格的，或者是有条件式的这种分批次的，所以不会都是一步到位。是好，对于沙特来说，在政治上面的考量，所以他之后可能会压两国的武器，不管是美国的武器或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嘛，中国大陆卖的是这个体系化的一个作战的武器，那这样就可以碾压来自于以色列的美制武器吗？干哥又怎么看？还是需要时间啦。我来解释一下。是，所谓的歼35的出口，大家要了解，美国的 F-35跟它是同级的。但美国的 F-35，它需要10几个盟邦一起来加入计划，否则计划推不动，太贵了。那么歼35需要多少盟邦一起来帮忙，它才推得动？你用这个逻辑去想，就比较能够了解现代战机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面去看问题。所以，就算沙烏地阿拉伯他想用歼35来赶快去弥补第5代战机的破口，也不是那么容易。也就是说，中国能够在自己自力更生的情况之下，发展出的第5代的歼20跟歼35，再发展出第6代的歼36跟歼50，那都不是容易的，因为那叫一国的国力。美国的国力已经告诉你，我没有办法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发展这么多东西，各盟邦过来出钱。你们不出钱的话，你们就买不到东西。日本乖乖的，马上就奉上了。日本是第一个，英国是第2个，德国现在还在看，其他的盟邦通通都付钱了，意大利都付钱，才拿得到 F-35。台湾想给钱，他不要，再排到第20几名去。所以大家晓得说，歼35就算它能够打开国际市场，但它还有一条长路要走。所以大家现在心里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个彩虹七，彩虹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一的一个架构。为什么？因为彩虹七是一个重型攻击机，它有点像中国海军的攻击11一样。彩虹七它本身它的重量就重达8吨，那个是跟战斗机一样大的东西，所以它绝对没有那么单纯是当做无人机来用。它最后可能会真的变成有人跟无人搭配的情况，所以沙烏地现在在看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已经操作了翼龙无人机2型，已经到了5000个小时了，所以沙烏地阿拉伯也没有在睡觉，所以它将来它不但是翼龙2、翼龙10、彩虹7，像这些将来可以在沙漠地带真正发挥作战功能的这些无人机，是它应该要下手的。而不是歼35，还不到那个地步，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沙烏地它也有中国的那个东风系列的飞弹，但是东风系列飞弹不是可以随便拿出来，那是战略级的武器，那个除非要跟以色列拼命才会拿出来用，但是永远不会有这一天。所以发展有效的无人机高低配，用彩虹7来配翼龙2，那才是将来战争真正的面向跟太阳。所以他跟巴基斯坦成为了这个战略伙伴的关系之后，又有巴基斯坦的核子武器的背后的隐藏的加持，我觉得沙烏地阿拉伯在地区上的那个地位会慢慢的增加，尤其是他如果说转向了中国，在中国的市场上面多买一些中国武器的话，
其实对他将来的防卫是很有帮助的。好，对于中东国家来说，现在他们也做了许多的调整哦，在政治上面，不管是支持美国会，或者是支持中国，他们也开始做了全新一番的调整。那当然了，这也会影响到他们军事武器上面未来的采购。那政治上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个中东的局势，现在好不容易说以哈终于是已经停火了，那国际刑事法院 ICC 这时候在停火之后开始要追杀这个纳坦雅胡，说他犯了战争罪。但是这个时候唯一挺纳坦雅胡的还是川普了。川普呢特别在这个镜头前面呼吁说，大家应该要挺纳坦雅胡。那包括了这个以色列的国会也呼吁了，这时候我们大家应该要赦免他才对。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揭露，并且分析说，川普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和平，而是希望能够帮纳坦雅胡来脱罪做铺路。那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其实穆斯林国家都非常的生气，就说呢，如果未来呀，纳坦雅胡只要出席一些集体的集会，他们就会一起来缺席。川普真的有能力可以保护住纳坦雅胡吗？吴老师怎么看？我们观察国际关系啊，纷纷扰扰就看不清楚嘛，所以要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个人层次、国家层次跟体系层次。那你刚刚问的这个川普跟纳坦雅胡是两个人，所以是个人层次。当然，这个个人不是像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有影响力嘛。我们观察这些人是国家领导人啊、派系领袖啊、宗教领袖啊。那这两个都是两个中东很重要以色列国家，很强大，美国当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嘛。那他们两个人呢，如果有自己的彼此的利益啊，或者恩恩怨怨等等的话，仍然受到国家的牵制。这个国家牵制，纳坦雅胡你刚刚有提到，国内的人对他不见得满意或者不满意都有力量嘛。川普也是一样啊，所以他们有说他们国家内部的这个牵制。那现在我现在看不出来，但是我知道要观察这些因素。当这因素把国家因素放进来之后，再把每一个国家因素放进来之后，就看到整个体系。好，中国大陆跟伊朗的关系在升温，而且在这个经贸上面，甚至在军事里面有许多的合作吗？加强合作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爆料。他说，北京现在正在暗中操作一个神秘的小金库，这间小金库叫做初心的融资机构，专门就是替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做这个石油换它的基建的相关的交易。也就是说，伊朗卖给中国大陆石油，中国大陆帮伊朗做基础建设，彼此这样子做一个合作。但是呢，爆点就是在说，现在其实都查不到这一间公司刚刚说的初心。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幽灵般的金融通道，但是每个月它可以承接非常大的金额，达到数亿美元的一个资金进入到伊朗去。那《华尔街日报》在这边也特别讲说，是这个资金是怎么运作的呢？首先就是中国的买家先把钱打进到初心这间公司，初心再把资金交给伊朗承包工程的在当地的中国企业。那这些基建的背后就会有中国信保这间公司来做保驾护航。那到底是不是抹黑中国，还是有可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小金库？干哥怎么看？哎呀，《华尔街日报》，你要先发这个文章之前，要跟 CIA 先谈一谈嘛，对不对？去印证你的这个消息来源对还是不对。这家公司叫初心啊，就是说华尔街他们的编辑已经查出来了，就是说哦，每个月会存入不是数千美元，是数亿美元到初心的他的国际账户里面，再由这个账户再转给伊朗的相关单位，都不是由政府出面啊，都不是由。听清楚，这些绝对不能由政府来出面，就好像我们现在常讲的，为什么中国能够突破重围，还是可以拿到 H20的晶片啊？那你说你洗产地嘛？啊，但不是从新加坡的公司，就是从马来西亚的公司，让中国的那个相关的企业能够拿到先进的晶片。所以现在你说你查到这家公司叫初心。但是初心它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你绝对查不到，不可能让你查得到。这也叫什么？这也叫一部分的战略准备。为什么？因为跟伊朗购入石油，中国来帮伊朗来这个强化基础建设的目标，甚至也有可能用这个北斗系统来取代 GPS 系统，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中国每个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老实讲一句，它一定是在台面底下，那个属于什么？那个属于谍报片的层次，属于什么？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运行。所以我觉得《华尔街日报》你没有经过很好的验证之后，说初心公司很可能就是在
做中国跟伊朗之间以石油换基建的这个桥梁，你的调查报告还不够深入，因为为什么？这是最难查出来的一块。而我也相信中国有的是本事，可以拿到伊朗的这个好的石油跟好的条件，只是这些台面下的进行，我们都不会知道真相。如果是说是真的话，那中国大陆就拿这些石油做一个战略上的准备。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我也相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错误的，是误导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事情呢要做的话呢，实在是好处多多。而且伊朗这么多年长期下来的话呢，讲话很狠，他的底气在哪里？伊朗的总统叫佩泽西昂扬，伊朗是非常奇怪的，伊朗是一个比较倾向美国，他的老百姓比较倾向美国国家，他们的高层呢，宗教领袖是非常反对美国的。那伊朗的话呢，没有任何东西，唯一有东西就是伊朗石油。我坦白讲，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地是连在一起。这石油田就在那边不是你挖就是我挖那么要不挖白不挖，所以说大陆一定会想到挖伊朗的原油。这个实际上伊朗确实很丰富的，伊朗人到现在为止，他们经济很惨，但是呢惨是惨，但是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还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各式各样的武器，是什么原因？大家要想一下。但是《华尔街日报》说就要嫁罪嫁祸给中国，就出现了一个三不五时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报道，只是它太合理了。伊朗不可能坐以待毙伊朗的话呢，表面上是说跟俄罗斯好，实际上的话呢，它的武器的进口的或者基建，尤其是基建因为最近的消息的话，伊朗现在要把他们的浓缩铀的话呢，要往下再挖30公尺，要到达了个100公尺的地方，在地底下，那由谁来负责呢？那当然是由会盖基建的人来负责嘛。想也知道对，如果这个交易是真的话，那中伊之间其实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在军事上面，彼此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委员。那另外一方面，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伊朗除了给中国大陆它的石油之外，我们也要来看到它现在或许还可以得到的就是北斗卫星。原因是因为呢，伊朗的航天研究所的所长最近他亲口承认的一件事情，他说在以伊战争里面，当时他们使用的是 GPS， 但是他发现 GPS 有很多的问题，常常会受到干扰。那伊朗的行动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所以呢，他们现在跟这个北京磋商之后，已经预计了最快只要1到2年的时间就能够引进大陆的北斗卫星来全面取代 GPS。那如果真的拿到，对于伊朗在军事上面的优势跟战略的优势又会是什么？等一下2个问题，请教委员。对，我先讲一下这个支付系统就是这个支付系统一定不存在那么大家可以想当然尔，如果没有这件事，它不存在；如果有这件事，它也不会存在。那它如果存在了，就让你西方国家找到了把柄了。所以这个支付系统是你完全就像哈利波特里，就是你看不见的魔法部在那里它就在做一个顺畅的运作。那当然，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它的这个运作是相当丝滑无痕的就是也相当的合理。我想刚才干哥跟岳老师都提到了嘛，伊朗不可能坐以待毙他总要把他东西卖出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说，我为什么要管你美国的这么多的相关的莫名其妙的规定呢？我能够买到便宜的石油，我当然先买了。不要说中国大陆买了，我坦白跟各位讲，这个当时在禁运这个俄罗斯石油，当时要施加相关的一些制裁的时候，连台湾也被美国指证说你们也去偷偷买了台湾也有可能去偷偷买因为这个油经过转了好几手之后，台湾真的中油知道你这个油是不是从俄罗斯来的吗？你根本不会知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对中国大陆来讲，它透过这个支付系统，用基础建设的这些相关的零件、零组件，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工程建设经费来换石油，这是相当合理的，而且中间找不到任何这个金流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存在，就是事实上如果真的有这个看不见的支付系统的话，这个支付系统的设计是相当精密的就完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华尔街这个日报怎么叫了就叫得再大声，你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嘛你只能怀疑那到底要怎么样来证明？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的。但是我认为，其实这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一个好的状况。我能够买到便宜的石油，我能够结交一个新的盟友那么我能够增加我的全球影响力，对他来说是何乐而不为呢？那你更不要讲说他最近这个伊朗向中国大陆求援，说希望能够也用北斗3号的系统我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北斗系统跟 GPS 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精度就精准度那么 GPS 的精准度大概在5公尺到10公尺之间就5到10公尺。可是北斗卫星系统的这个精度在至少是5公尺
那么在很多地方，它的精度可以到2公尺到3公尺。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精度上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北斗这个系统，它从北斗1号、北斗2号到现在北斗3号哦，它的北斗3号，它从1号当时只有3颗卫星，它到北斗3号的时候，它已经有30颗卫星在地球上空了，包含20颗地球的中原轨道的卫星，包含3颗地球的同步轨道卫星，包含3颗地球的静止轨道卫星，它总共有30颗卫星在太空中，所以当然北斗3号的卫星系统，它在定位上，目前为止看起来是远远超过 GPS 的。那这也不意外，这对于伊朗来说，如果你是伊朗哦，你看到美国是怎么修理你的，你看到西方国家是怎么修理你的，你还会相信西方的 GPS 技术吗？你难道不会怕说你仰赖它的 GPS 技术，到真的要打仗的时候，忽然你的 GPS 技术失灵了吗？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像 GPS 像这种定位系统之外，包含像未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或者可能被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未来都会尽一切的可能去把它国内所有对美国跟西方国家依赖的科技也好、军事装备也好，全面的做置换。而中国大陆当然是一个他们最好的选择啊。